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减七，我是林减七。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，我只知道我20多岁，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。我有次打开计算器，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，我是99年的，我就打25减99，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。宝宝，你是一个早产儿啊！作为一个早产儿，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，我很聪明。比如说，我想在我脑袋的两边纹身，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，我想纹一句：不是让你别减这么多吗？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。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，你们还记得吗？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。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就不能接受，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，就在我的世界观里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，你们懂？他就转。我去查了一下，他跟春晚的渊源啊，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，没有人拦一下孩子。冯小刚看见了，说：“你能转2个点，你就能转4个点。”他不像一个导演，他像一个基金经理。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，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，就5、4、3、2、1，过年了，画面切回来，它就消失了。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？我好奇呀，我在乎它。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。不理解，不理解。我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。我觉得奥运会啊，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、更快、更强吗？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，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！我当时还看见一个新闻啊，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，他的药检呈阳性。我说哥们儿，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？你那么嗨要干啥呀？人一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，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？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，他就是嗨了。他一走到那儿，哎，有个马，走就走了。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，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，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，他就教我，他说你等每次上车之后，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，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公交车不用拍。”我就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。我发小也是，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，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。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，他就念什么名。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，他说你就用那个哔了哔了呀。我认识他15年了，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，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。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，今天是炎龙侠，明天是迪迦。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？他说是欢欢。
我说欢欢挺冷门啊，哪部作品里面？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，福娃。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二次元啊！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！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，我说吃羊蝎子吗？他说不吃了，我海鲜过敏。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，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。我说哥们儿，那蝎子是山里的呀。他说是哈，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。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。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？”我说谁？他说：“你看爬山虎，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，所以它应该叫壁虎。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，像爬山一样，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。”我说：“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？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？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、壁虎了。”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。我就发现，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，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，你受不到一点伤害。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，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，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呐，以后还是得挣钱呐。你看哥们，我现在啊，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。”我心都碎了。我发小是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啊，多少？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？”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？好，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林建期的表演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大林，这应该是你最喜欢的那种。没喜欢错吧？没喜欢错吧？是吧？对啊，非常好，而且我很喜欢他中间有很多自己的点评，他对于他故事当中一些个比较那个诡谲的故事和人物，他对他们还有一个评述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你怎么还嗨上了呢？就是你不觉得特别好玩哦？真的，兄弟，你说你是个早产儿之后，我就听完这仨字儿，我这样看到最后，我想我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早产儿？你讲段子的中间，付航一直在问我说：“他是早产儿是吧？”他真是早产儿啊？真的假的呀？我真不知道。付航反复确认，他说的那傻子是他还是他发小来着？真不知道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他作品里有2个维度，你发现吗？就是刚才大林说的，他有一个还去评论别人的一个，俩都是傻子的那个维度，你知道吗？就但是能把2个傻子有机的给错开，还能弄到一起，这很奇妙的一个宇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爬山虎和壁虎，光一个名字颠倒过来所导致的那个误会的那个交错，就特别高级。就很多人会因这一个作品和这几句话去重新观察我们身边的概念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们已经习惯接受的那个名相，到底和它的本质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反正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这个，所以我坐在这儿特别喜悦。谢谢。说实话，我没太听懂，真是。谢谢你的喜欢，谢谢。行
下一位要对决这个抽象世界的人，大家都很熟悉了掌声有请门枪。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门枪。哎呀，现在出去跟别人自我介绍、参加活动，我说我叫门枪，他们都会很尊重我。他说：“门老师你好，你这个姓氏很少见。”朋友们，我不姓门，门枪是我的艺名。取这个艺名的意图很简单啊，因为脱口秀讲话需要大量的用到舌头，舌头在上海方言里就叫门枪。所以我出生在上海，我现在才叫门枪。我要是出生在北方，我现在就叫口条。哎，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什么的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名。我很难为情，很害羞。不是李家俊，不是。哎呦，我的本名叫张冰洁，弓长张，冰清玉洁。每次自我介绍都有人会说像个小姑娘的名字，对吧？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违和，就好比你去问蝙蝠侠 Batman，What's your real name？ 蝙蝠侠说 My name is Cinderella。哎，名字秀气，我小时候长得也很秀气。课间10分钟，小学的时候跟男同学玩游戏嘛，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张冰洁，你来演冰冰公主。”我说我不要当公主，他说那你当丫鬟，我说我当公主，冰冰公主。哎，别的男生分配到的都是那种王子、大侠、将军，我分配到的角色都是公主、格格、千金。我也演过一次将军，花木兰。男同学还总是喜欢在游戏里面追求我，我都没同意，因为课间10分钟不够了解一个人。我冰清玉洁没那么随便。我也不理解他们的追求方式，他们不讨好我，他们就互相决斗，而且他们决斗方式也很奇怪，他们互相吐口水。我当时感觉你们还来追求我干嘛？你们不需要我了，你们已经在相濡以沫了。后来还是女生来解救我，我们的女班长拿出了她的法宝——行为规范记录表。那群雄心幼崽一下子情绪稳定了。girls 不但 help girls， 还 help girly boys。我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冰洁这个名字。我妈说，因为名字是家长对你的期待，我希望你冰雪聪明，洁身自好。妈妈，这份期待很有难得。我转头问我爸，我说爸，你儿的名字这么小众，你没有意见吗？我爸说，你妈负责起名，我负责姓，这都有分工，还 teamwork。我爸说，而且名字小众有什么？弓长张这个姓氏很大众。我心想什么意思？名字也能风险对冲？我说姓张也不好，姓张太普通了。他说姓张不要太好，你不懂，张是天姓，玉皇大帝就姓张。张是唯一一个别人问你贵姓，你不用回答免贵的姓氏。当我傻子吗？啊！别人问您贵姓，我说老子贵姓张，玉皇大帝就姓张，不懂了吧？很有权力的，这就叫姓张力。我真的不喜欢我这个名字，我说我要改名字，然后我妈说你别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小，这份期待很大的，因为男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冰雪聪明又洁身自好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鼓掌，我看着我爸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然后我爸，
哦，放心了，他只是不聪明啊。我长大了才懂我妈的意思。我上班当了 HR 之后，我发现很多男同事，尤其是男高管，都不太冰洁。10个男领导，7个傻，8个呆，9个不洁身自爱。就我们公司的那个 Mike， 在公司里面同时聊3、4个，下了班还要约3、4个，都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都在朝9晚5，他在朝3暮4。他都这样了，还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说：“我这个人就是被动，我注定孤独一个人。”哇，我是一个 HR， 是一个专业的 HR， 出于专业的素质，我不会因为私人事务给同事穿小鞋，仅限于同事期间。他会跳槽的，啊，他会辞职的。辞职之后就涉及到一个事情，叫做背景调查。哦，难道他不怕别人背调的时候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吗？啊，他不怕我会这么说？请问麦克是你们公司吗？对，他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？被动。团队合作能力呢，注定一个人。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啊？我说，硬要说优势，时间管理。哎，别说男同事啊，就连最应该注重自身形象的男明星，也不太冰洁啊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总有一个男人好像由于没有洁身自好上热搜，所以我建议，为了让这些人引以为戒，以后只要不洁身自爱的男人都应该改名叫冰洁。哎，早就应该这样了。之前的吴冰洁。金冰洁，还有那个什么肖冰洁。当然，我也衷心的希望男明星们不要再塌房了，因为张是个大姓，我很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，那我就只能改姓了，叫门冰洁。啊，张这个天性不重要，天性纯良比较重要。其实不单是男的，冰雪聪明和洁身自好是对人类我觉得思想和道德最美好的期待了。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生的名字，是不是对女的要求太高？哎，这么好的期待，怎么能都让女生占了呢？不把我们的男人放眼里，啊，男人也能顶半边天。我觉得应该要分工 ，team work 一下，女生先负责冰雪聪明，男生来负责洁身自好。大家以后啊，千万不要再夸男生专一了，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男孩子都应该做的事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张冰洁。